我救了一名乞丐，年薪100万，双休，来吗？可他入职第1天就迟到了3小时。林总，陈顾问还没来。没事，他来了，让他直接去办公室。这人谁呀？董事长从哪儿找来的？看着呆呆的，一点精英气质都没有。听说昨晚董事长从桥洞底下捡回来的。今天早上看了下，黄历水逆，不宜早起。全公司的人都用看外星人的眼神看着他，他看不懂任何财务报表，却对公司的风水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不行啊，你办公室门口那个招财猫手举反了，左手招财，右手招福。有什么问题吗？你这个是右手是招人气的，对公司财运没帮助。不对，你这个方向还是朝外的，这是散财啊！哎，难怪你。CC 把门口的招财猫换个左手的，朝里摆。林总竟然真的听那个乞丐的。下午公司有个重要的项目评审会，我让陈飞宇参加了。他坐在我身边，听着项目经理在台上口若悬河地讲着 PPT， 很快就眼皮打架，昏昏欲睡。就在会议快结束时，他似乎是被某个关键词惊醒了。这个项目我熟，社区团购生鲜，当年我就想过这个必火。整个会议室瞬间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所有高管包括台上的项目经理都齐刷刷地看向我，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和询问。这个项目毙了，下一个。陈飞宇一脸懵逼地看着我。这是什么？我感觉很好的，这绝对是下一个风口。就因为你感觉好，所以必须毙了。你的感觉就是我公司最大的风险提示。我叫林默，一个从偏远小镇考出来的特混生，我所有的家当就是一个破旧的行李箱和兜里不到100块的生活费。大学开学第1天，我躲在宿舍楼背后的阴影里，手里攥着一个干硬的馒头，机械地啃着，胃里空得发慌，每一口都像在吞咽砂纸，嚼得喉咙生疼。就在我思考着这100块如何撑过1个月时，一个浮夸的身影挡住了我，浑身上下都散发着我很有米的嚣张气息。是我的同班同学陈颖飞，他像看珍稀动物一样打量着我，视线落在我啃了一半的馒头上，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兄弟，你就吃这个。我没说话，默默把馒头往身后藏了藏。下一秒，他从钱包里抽出一沓红色的钞票，直接甩到我怀里，足足5张，崭新的，还带着油墨的香气。我整个人都僵住了。你这是干什么？陈飞宇一脸理所当然，甚至带着几分神秘的虔诚。我找大师算过，开学第1天必须给一个名字里带木字的同学钱，这样才能保证我大学4年财运亨通，投资顺利。我的名字林木，双木林。我看着他，感觉整个世界都变得魔幻起来。看着怀里那500块钱，他们仿佛有1000斤重，又仿佛轻飘飘的毫无实感。我内心翻江倒海，最终饥饿压倒了一切。我默默收下了钱，声音干涩，谢谢大师。陈飞宇满意的拍了拍我的肩膀，露出一口白牙。客气，以后你就跟着我混，我保你吃香的喝辣的。从此我的大学生活开启了一个诡异的篇章，我成了陈飞宇的专属锦鲤。他每次打游戏开黑前会给我转账200，说要沾沾欧气。每次期末考试前，他会给我发500的红包，美其名曰拜考神。甚至有一次，他要去跟隔壁系的系花表白，临行前紧张的给我转了1000块。这周6我爸要检查我的项目策划案，给我朋友圈点个赞，赚你1000，沾沾你的锦鲤气运。1点赞，祝老板项目黄了也有钱。这笔钱我通常会小心翼翼地存起来一部分，剩下的就去食堂点一份最奢侈的猪脚饭。猪脚炖得软烂脱骨，肉皮 Q 弹，汤汁浓郁的浸透每一粒米饭，那种被脂肪和蛋白质填满的幸福感，足以让我暂时忘掉一切尊严和难堪。然而这种轻松的生活，在别人眼里却是另一番景象。那天我刚收到陈飞宇的点赞费，正要去食堂，迎面撞上了学生会主席王浩，我们学院的风云人物，学霸，家境优渥，长相英俊，是无数女生心中的白马王子。他身边正站着我偷偷喜欢了很久的系花。王浩的目光像手术刀一样，精准地落在我刚刚收到转账的手机屏幕上。有些人为了钱，连尊严都不要了。季花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混杂着失望和一点不易察觉的鄙夷。我脸上火辣辣的烧起来，攥紧了手机指甲，几乎要嵌进掌心，但我什么也没说。我面无表情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径直走向食堂。尊严不能当饭吃，但猪脚饭可以，至少猪脚饭是热的，不会让我从里到外都感到冰冷。那天晚上，陈飞宇拿着一份花里胡哨的商业策划案，兴冲冲地来找我。林默，你快看，共享宠物，天才的想法，让所有想养宠物又没时间的人都能体验到撸猫撸狗的快乐。你说这个是不是能改变世界？我看着他那双因为兴奋而闪闪发光的眼睛，我默默地把这个项目在我心里的死亡笔记上记下第一笔，然后我违心地对他竖起了大拇指。天才绝对能改变世界。如果说陈飞宇之前的撒钱行为只是小范围的尴尬，那他为了追系花搞出的那场蜡烛告白，则让我彻底在全校面前社会性死亡。那天晚上，他花重金在学校操场上用几百根蜡烛摆出了一个巨大的爱心，结果天公不作美，秋风萧瑟，蜡烛点了一根灭一根，场面一度十分狼狈。陈飞宇急得满头大汗，围观的同学越来越多，大家都在窃窃私语看他的笑话。
就在这时，他灵机一动，掏出手机给我打了电话。喂，林某，你快来救我！速来操场，大师说了，你五行缺火，但命里带风，你赶紧过来给我吹一口仙气，这火肯定能旺起来，给你2000。等我被他连哄带骗的弄到操场，看到那黑压压的人群和一地怎么也点不着的蜡烛时，我只想当场去世。陈飞宇把我推到蜡烛阵的中央，一脸期待的看着我，快，就等你了，我的锦鲤。上百双眼睛齐刷刷的盯着我，我的脸皮在那一刻仿佛被剥了下来，扔在地上任人踩踢。我深吸一口气，对着一地的蜡烛，假装用力的吹了一口气。说来也邪门，就在我吹气的那一瞬间，风恰好停了。陈飞宇身边的狗腿子们立刻手忙脚乱的重新点燃了蜡烛，火苗跳跃起来，映亮了陈飞宇那张欣喜若狂的脸。他振臂高呼：成了，我就说林墨是我的福星。那一刻我成了全校的笑柄，人间鼓风机这个外号像一块烙铁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大学生涯里。更致命的是，王浩带着季花偏偏就在这时路过，他站在人群外围，指着狼狈不堪的我，对着季花也对着所有人，用一种悲悯又鄙夷的语气说：看到没，这就是陈飞宇养的。他那个狗字还没说出口，陈飞宇就像一头被激怒的狮子冲了过去，一拳狠狠地打在了王浩的脸上。你他妈嘴巴放干净点，林墨是我兄弟。王浩被打的一个趔趄，嘴角立刻见了血，他擦掉鼻血，非但没有生气，反而冷笑起来。兄弟，用钱砸出来的兄弟。陈飞宇，你除了用钱还会什么？你以为你是在帮他？你是在用你的钱一刀一刀的割掉他的尊严，把他变成一个只能依附于你的废物。王浩的每一句话都像沾了毒的刀子，精准地捅在我最痛的地方。季花拉着王浩走了，从始至终他都没有再看我一眼，那眼神里的失望比任何直接的辱骂都更伤人。周围的议论声更大了，陈飞宇的维护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坐实了。他走回来有些愧疚地拍着我的肩膀：林墨别怕，以后哥罩着你。我看着他那张真诚却又愚蠢的脸，第一次觉得他给的钱那么烫手。我意识到这种轻松是有代价的，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必须靠自己站起来，用一种他们谁也无法指责的方式。毕业的钟声即将敲响，陈飞宇的商业鬼才也在这个夏天达到了顶峰。他的毕业论文答辩课题是论玄学在风险投资中的应用及其哲学思辨。我至今都记得，我们那位头发花白一向温和的经济学教授，在听完他15分钟的陈述后，气得差点把保温杯砸过去。简直是胡闹，这是对经济学的侮辱。陈飞宇却毫不在意，出来后还拉着我神采飞扬地展示他毕业后的宏伟蓝图。林墨，我爸给了我1000万启动资金，我要大干一场。他掰着手指头，眼睛里闪烁着名为作死的光芒。首先我要搞一个 O2O 上门洗狗服务，主打高端，用戴森吹风机给狗吹毛。我点头，好，这个绝对能成，心里默默记下。宠物市场避开高端奢侈路线，然后我要在几个高档小区里给流浪猫办选美大赛。评选出来的猫王由我司负责他一辈子的猫粮。我继续点头，有创意有爱心，心里默默记下。社区服务噱头太大，落地困难，不碰。最后我要去收购一家空气净化器工厂，把产品卖给那些有雾霾的城市，这是刚需。高瞻远瞩，环保产业风口项目，竞争激烈，我这种小虾米进去就是炮灰。我在心里给这个项目画了个大大的叉。他每说一个，我都违心的赞不绝口，然后在我心里的那本商业避雷指南上又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些项目狗都不碰。毕业典礼上，王浩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上台发言，他意气风发，手里拿着国内顶尖投行远星资本的 offer， 他的目光从台上扫过，掠过我和陈飞宇时，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胜利者的优越感。那一刻我们之间的差距像是天堑，他是翱翔于天际的雄鹰，而我们是地上两只不知前路在何方的卧龙凤雏。散伙饭上所有人都喝多了，哭着笑着拥抱告别，陈飞宇也喝得满脸通红。他摇摇晃晃地走到我面前，从怀里掏出一张银行卡硬塞到我手里。林墨，这里面有10万，密码你生日。我愣住了，他竟然记得我的生日。他打着9个用力拍着我的肩膀，大学4年，多谢你这个锦鲤了，以后哥就要自己出去闯了，不能天天给你打钱了，这笔钱算是我给你的分手费。不对，是天使投资，我陈飞宇投资你林墨，记住以后发达了别忘了哥。他咧着嘴笑，眼角却有点湿润。我攥着那张薄薄的卡片，感觉它重于千斤，这里面不仅是10万块钱，更是我大学4年所有的屈辱、无奈、感激和不甘。我看着陈飞宇跌跌撞撞远去的背影，在心里默默发誓，这笔钱我不仅会还，还会加倍。王浩，还有那些所有看不起我的人，你们等着，我会让你们重新认识我林墨。时间是一趟有去无回的列车，转眼10年呼啸而过。毕业后，我拿着陈飞宇给我的10万块，加上我省吃俭用攒下的2万块，一头扎进了当时最不被看好的下沉市场。我成立了一家小小的科技公司，我给它取名磐石科技。我希望它能像一块石头一样坚实稳固，不追风口，
只做实事。我的创业之路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秘密武器，陈飞宇的朋友圈，那简直就是一本活的商业壁垒百科全书。10年间，陈飞宇的朋友圈精彩纷呈。他要做高端宠物奢侈品，推出8000块一个的智能猫砂盆，我就反向操作，做平价的宠物用品拼件小程序，靠着极致的性价比迅速占领市场，第1年就实现了盈利。他紧跟风口，豪掷千万投资元宇宙虚拟社交，要在虚拟世界里开派对，我就老老实实的在线下开连锁实体桌游吧。一个一个城市地铺，现金流稳定的让人羡慕。他追捧 NFT 数字艺术品，花几百万买了一张像素猴子的图片，宣称这是未来。我就踏踏实实的跟各大博物馆合作，开发文创产品，把古代的艺术做成现代人喜欢的样子，结果大卖。他追风口，我反风口。他觉得时髦的，我避而远之；他认为土鳖的，我深入研究。偶尔从大学同学群里能听到一些关于他的零星消息，听说陈飞宇把他爸给的1000万全败光了，他爸又给了他3000万，好像是搞什么共享汽车，又赔了。听说他家公司资金链断了，破产清算了。陈飞宇早就没人联系得上了，跟人间蒸发了一样。而我林默已经不再是那个在宿舍楼后啃馒头的穷小子，我成了别人口中的林总。公司即将筹备上市，我出入高端写字楼，接受财经杂志的专访，我实现了我当年的誓言。只是我还没来得及找到那个给我第1桶金的天使投资人。一个深秋的雨夜，我开着车从一场无聊的应酬中抽身，瓢泼大雨砸在车窗上，模糊了城市的霓虹。车子路过江边的一座桥洞时，一道熟悉又陌生的身影攫取了我的视线。那人抱着膝盖，蜷缩在桥洞最角落的黑暗里，浑身湿透，头发乱糟糟的粘在脸上，像一条被主人抛弃的丧家之犬。尽管他如此狼狈，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陈飞宇。我的心脏猛地一缩，仿佛被一只无形的手攥紧。我把车停在路边，拿起一把伞推门下车，冰冷的雨水瞬间打湿了我的裤脚。我一步一步地走向那个黑暗的角落，我走到他面前蹲下身，宽大的黑伞为他遮住了一小片风雨。他缓缓抬起头，眼神空洞，没有焦距，雨水顺着他消瘦的脸颊滑落，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当他的目光聚焦在我脸上时，他整个人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是认出我了。下一秒，他立刻像被烫到一样猛地低下头，恨不得把自己缩进地缝里。那是一种极致的羞愧和难堪。昔日那个意气风发的富二代，如今连看我一眼的勇气都没有了。我从西装内袋里摸出一张名片，黑色的卡片，烫金的字体。我把名片递到他面前，声音在雨声中显得异常平静。双休，包吃住，年薪100万，来吗？陈飞宇最终还是跟我走了。当我把他带回我那位于市中心顶层的大平层时，他站在玄关，局促的手脚都不知道该往哪里放。去洗个澡，衣服我让人给你准备了。等他从浴室里出来，换上干净的松软家居服，整个人看起来才终于有了一点人气。只是那双眼睛依旧暗淡无光，充满了对这个世界的戒备和不确定。第二天，我带他去了公司，给他安排的职位是董事长战略顾问。这个职位一宣布，整个公司都炸了锅。下午公司有个重要的项目评审会，突然从椅子上弹起来，大喊一声：“这个项目我熟，社区团购生鲜。”当年我就想过，这个必火。我慢条斯理地合上面前的文件夹，声音不大但足够清晰：“这个项目毙了。”下一个。陈飞宇一脸懵逼地看着我，为什么？我感觉很好的，这绝对是下一个风口。我看着他，内心毫无波澜。就因为你感觉好，所以必须毙了。你的感觉就是我公司最大的风险提示。陈飞宇看好的，就是我林默要拉黑的。陈飞宇虽然落魄了，但骨子里那种少爷病还没根除。他嫌公司的咖啡机磨出来的咖啡豆不香，要喝手冲的。他觉得下午茶的点心太甜，要吃指定某家5星级酒店的定制款。我让行政部门全部满足他，养着他，给他100万年薪，让他吃好喝好，就为了买他那一句我感觉很好。这笔买卖太值了。公司最近在洽谈一个重要的渠道合作，对方是业内的新贵，掌握着我们急需的线上流量入口。谈了几轮，终于到了双方负责人见面的阶段。当会议室的门被推开，走在最前面的那个男人出现时，我的瞳孔猛地一缩。王浩，他看起来比10年前更加成熟，也更加意气风发，岁月在他身上沉淀下来的是成功者的自信和从容。他看到我时也愣了一下，随即脸上露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林默，真没想到磐石科技的林总竟然是你。他的目光在我身上停留了几秒，然后像发现了什么更有趣的猎物一样，越过我落在了我身后的陈飞宇身上。那一瞬间，他眼里的惊讶迅速被一种猫捉老鼠般的戏谑所取代。哟，这不是陈大少吗？王浩故作惊讶地提高了音量，确保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听到。怎么在这儿？跑到林总的公司来体验生活了？陈飞宇的脸刷的一下就红了，从脸颊一直蔓延到耳根。他下意识地想往后躲，身体僵硬得像一块石头。这是他入职以来第一次在外人面前以这样尴尬的身份和我同时出现。王浩根本不打算放过他，伸出手重重地拍了拍陈飞宇的肩膀，语气轻佻，充满了居高临下的关怀。陈少，还记得大学时候吗？我就说过，光靠钱是走不远的。怎么样，现在信了？他转过头看着我，笑容里的恶意几乎要溢出来。林总，念就是好事，我也挺佩服你的，但公司不是收容所，用人还是要谨慎啊，别让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影响了公司的专业形象。他带来的随行人员发出了几声压抑不住的窃笑。
我公司的员工们则个个面面相觑，脸上的表情尴尬到了极点，羞辱，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羞辱。王浩这一招不仅是在打陈飞宇的脸，更是在打我的脸，在质疑我作为一家准上市公司的 CEO 的专业性和判断力。陈飞宇的嘴唇都在哆嗦，他紧紧地攥着拳头，指甲因为用力而泛白，羞愤和屈辱像潮水一样将他淹没。他猛地转身，就要逃离这个让他无地自容的房间。我伸出手一把按住了他的肩膀，我的手很有力传递着镇定。陈飞宇回过头不解地看着我，我没有看他，我的目光直直地射向王浩，脸上慢慢浮现出一个笑容，一个冰冷的不带任何温度的笑容。王总，看来你对我公司的人员架构有点误会，我来重新介绍一下。王总，你误会了，这位不是我的员工，是我的合伙人，也是我们盘石科技的终身荣誉顾问陈飞宇先生。合伙人？王浩像是听到了本世纪最好笑的笑话。他一个连自家公司都能败光的商业奇才，他身后的团队再次发出哄笑，我脸上的笑容不变，甚至更加灿烂。没错，就是他。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道，我司能有今天，能避开创业路上无数的坑，全靠陈总他那独一无二、无人能及的战略眼光。王浩一脸不信，他的战略眼光？对。我重重的点头，然后面向会议室里所有的员工和高管朗声宣布，借着今天王总在，我正式向大家介绍我司的最高商业机密和核心决策准则。凡是陈总看好的项目，一律不投；凡是陈总觉得愚蠢的，优先级提到最高。我们内部都尊称陈总为首席战略避雷官。比如王总公司去年重金投入的共享充电宝 2.0 项目，打着环保和物联网的旗号，实际上就是个烧钱的无底洞。当时陈总看到这个项目的新闻时，拍着大腿极力看好，于是我们盘石科技的投资部连夜开会，完美避开了这个后来让无数资本亏得血本无归的巨坑。王浩的脸色瞬间就变了，那个项目是他的得意之作，也是让他去年年终奖打了水漂的滑铁卢。我没有停下。再比如前年大火的社区无人货架，陈总当时激动地跟我说，这是新零售的未来。我听完之后，立刻叫停了我们公司内部一个类似的孵化项目，从而节省了至少3000万的试错成本。我走到王浩面前，学着他刚才的样子，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王总，你只看到了陈总赔掉了他家里的钱，却没有看到他的每一次感觉都为我们盘神科技规避了多么巨大的风险。他的商业嗅觉是反向的，但同样精准无比。他是价值千金的商业明灯，是行走的避雷针，所以我给他开了100万年薪。我买的就是他一个感觉。现在你还觉得我的公司是收容所吗？他的脸一阵青一阵白，像是开了个染坊。他引以为傲的商业判断，在此刻被我用一种最荒诞、最沙雕却又最无法反驳的方式贬低的一文不值，这比直接骂他还要让他难受。最终他一言不发，带着他的人灰溜溜地走出了会议室。我真的那么厉害？他的声音带着一点颤抖，像个刚刚得知自己有超能力的小学生。我走到他面前，无比严肃地看着他的眼睛，重重地点了点头。独一无二，飞宇，你是被商业之神在额头上盖了章的男人，只不过盖的是个反向的章，你的价值无可估量。这番话仿佛一道神谕，瞬间打通了陈飞宇的任督二脉，他眼里的自卑和迷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老子原来这样牛逼的破罐破摔式的自信。从那天起，陈飞宇彻底觉醒了，他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定位，并且对这份首席战略避雷官的工作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热情。他不再迟到早退，每天背着手在公司里溜达，像个巡视领地的君王。他会突然冲进项目部，对着一个正在讨论的热火朝天的项目指点江山。这个不行，太土了，毫无想象力。这个好有未来感。我仿佛看到了那斯达克的钟声，项目部的人现在都把他当活菩萨供着。每天早上，产品经理们都会排着队，拿着最新的方案策划来拜见陈总。陈总，您给看看我们这个关于老年人兴趣社交的 App 方案怎么样？陈飞宇接过方案，扫了2眼，大手一挥，好，非常好，解决了社会痛点，关爱老年人功德无量，我投一票。项目经理如获至宝，激动地冲回工位，太好了！陈总说好，大家赶紧改，往反方向死命的改，把功能搞复杂，界面搞花哨，主打年轻人给爸妈注册，要付费的那种。就这样，在陈飞宇的英明指导下，我们公司完美的避开了一个又一个看似美好实则致命的陷阱。而真正让他一战封神的是一次收购案。当时我们公司准备收购一家新兴的 AI 技术公司，对方的创始团队有海外名校背景，技术理念超前，报表也做得天衣无缝。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次绝佳的扩张机会。我派陈飞宇跟着尽调团队一起去对方公司考察。他回来的时候，整个人都处于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他冲进我的办公室，脸涨得通红。林默，这家公司太牛了，创始人简直就是下一个乔布斯，他们的技术壁垒高到我看不懂，这说明肯定很厉害，我们必须拿下，倾家荡产也要拿下。我冷静地听完他的感受，然后立刻拿起电话，叫停了收购案的所有流程，立刻对这家公司进行最深度的背景调查，特别是创始人的履历和公司的原始数据，一个像素点都不要放过。我的指令让所有人都很不解，但他们还是执行了。1周后，调查结果出来了，那家光鲜亮丽的 AI 公司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局，创始人的海归履历是伪造的，所谓的技术壁垒只是个概念，
核心数据全部造假，目的就是为了骗一笔巨额的收购款，然后跑路。如果当时我真的信了尽调团队的报告，直接签了合同，我们磐石科技将损失至少5个亿，甚至可能因为这次重创而一蹶不振。我在第2天的全体高管会上公开表扬了陈飞宇，因为陈飞宇顾问对风险的敏锐嗅觉，公司避免了一次灾难性的损失。我宣布给予陈顾问100万现金奖励。当那笔写着7位数的奖金支票交到陈飞宇手上时，这个30多岁的男人哭了，他哭得像个孩子，一边哭一边笑。林默，我他妈终于靠自己赚到钱了。我看着他心里也一阵酸楚。是啊，飞宇，你终于用一种全世界都意想不到的方式证明了你自己的价值。被当众羞辱的王浩显然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他是一条毒蛇。很快磐石科技就迎来了创立以来最大的危机。王浩联合了他背后的老东家远星资本，正式向我司发起了恶意收购邀约。远星资本是行业巨鳄，财大气粗，他们开出的价格极具诱惑力，在市场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与此同时，王浩动用他的人脉，开始疯狂挖我们的人。他开出3倍的薪资和期权，精准地对准了我司的技术总监和几个算法团队的核心骨干。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没过几天，我的技术总监就递交了辞呈，跟他一起走的还有3个培养了多年的核心工程师。技术团队的动荡，加上恶意收购的消息，像2块巨石砸入市场，磐石科技的股价应声大跌，公司内部人心惶惶，流言四起。一些原本看好我们的股东也开始动摇，纷纷打电话给我施压，劝我接受远星的收购邀约，拿钱走人，落袋为安。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王浩的电话打来了。林默，我早就说过你会后悔的，怎么样？现在的滋味不好受吧？我给你最后一个机会，把你手里的股份卖给我，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我给你留个副总裁的位置。至于陈飞宇，让他滚蛋，我的公司不养闲人。我听着电话那头他小人得志的笑声，只觉得一阵恶心。王浩，你做梦！我直接挂了电话。那几天我焦头烂额，连续几天几夜没有合眼，办公室的灯彻夜亮着，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我看着窗外城市的夜景，第一次感到了巨大的压力，那种几乎要将人压垮的无力感。我的磐石科技，我10年心血的结晶，难道就要这样被王浩这种人夺走吗？深夜，陈飞宇端着一杯咖啡笨拙地走进我的办公室，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把咖啡轻轻放在我的桌上，然后就坐在对面的沙发上安静地陪着我。他第一次看到我如此疲惫和脆弱的样子，他不知道该如何安慰我，只能用这种最沉默的方式表达他的支持。看着他担忧的眼神，我心里突然涌起一点暖意。不，我不能输，我不仅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这个一直把我当兄弟的傻子。我必须找到一条路，一条能打破僵局，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路。整个公司的核心团队陪着我熬了好几个通宵，会议室里烟雾缭绕，白板上写满了各种方案，又被一次次擦掉。面对远星资本这种体量的庞然大物，任何常规的商业手段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我们缺钱，缺人，缺时间，气氛压抑到了极点，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绝望。就在所有人都束手无策陷入沉默时，一直在一旁没说话的陈飞宇突然开口了。林默，要不我们把公司送给国家吧？所有人都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陈顾问，你这是喝多了还是没睡醒？陈飞宇却一本正经地解释他的逻辑。你们想啊，公司送给国家了，那他就是国企了。王浩他们在牛，还敢收购国企吗？不敢了吧？而且我们这是为国奉献，多光荣啊！然而我却愣住了，脑中像有一道闪电，瞬间划破了所有的迷雾。送给国家当然是胡扯，但是送这个字点醒了我。王浩和远星资本的目的是低价收购我们的公司，然后获得我们最核心的下沉市场用户画像算法。这是我们花费10年时间积累了海量数据才跑出来的独家技术，也是我们真正的护城河。如果这项技术不再是独家的呢？如果我们的股价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成为负资产呢？那他们的收购就失去了所有的意义。一个疯狂到极点的计划在我脑中迅速成型。我有一个办法了，我立刻召集了仅剩的几个最核心的团队成员，在一个绝对保密的房间里提出了我的计划，向全社会开源我们的核心算法，免费，让所有人都可用。这个提议一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林总，你疯了，这是自杀啊！这等于我们亲手拆掉了自己的护城河，公司就完了。没错，开源之后，我们的技术优势将荡然无存，股价会立刻崩盘，到时候王浩他们都不用收购，我们自己就死了。我看着他们惊恐的脸，声音却异常坚定。不，这不是自杀，这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短期看我们是自断一臂，股价会暴跌，但王浩他们想收购的正是这只手臂。当这只手臂不再值钱，他们的收购就成了笑话。长期看，一旦我们开源，就会有成千上万的开发者涌入，帮助我们完善和优化这个算法。我们会从一个技术公司转型成一个平台公司，建立一个庞大的任何人都无法摧毁的生态系统。王浩他们挖走我们的技术总监，不就是想抄袭我们的算法吗？我现在就把它公之于众，我倒要看看他们还怎么抄。这是一个豪赌，赢了海阔天空，输了万劫不复，但这也是我们唯一的胜利。飞宇，谢谢你。谢谢你用你那堪称自杀式的鬼才方案，给了我一个真正能绝地反击的灵感。3天后，磐石科技召开紧急线上新闻发布会，我站在聚光灯下，面对着上百家媒体的镜头，平静地宣布了一个足以震动整个行业的决定：磐石科技将向全社会永久性、无偿的开源公司最核心的风眼算法系统。
消息一出，市场哗然，所有人都认为我疯了。第二天开盘，盘氏科技的股价毫无悬念的应声暴跌90%，市值在1天之内蒸发了上百亿。财经新闻的头条标题是：盘氏科技 CEO 林默上演史诗级自杀，10年心血毁于一旦。股东的电话被打爆了，全都是在咒骂我的。王浩的电话也如期而至，他在电话那头狂笑，笑得几乎喘不过气。林默啊林默，我真是没想到你竟然会这么蠢，不用我动手，你亲手毁了你的公司，你现在就是个笑话，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我没有说话，默默地挂了电话。与此同时，做空盘氏科技股票的远星资本也陷入了巨大的麻烦。他们原本的计划是在股价暴跌后大量买入，从而完成低价收购。但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会直接把公司的核心资产扔掉。一个没有了核心技术的空壳公司根本不值钱，他们做空的盘子太大，想平仓，却发现市场上根本没有足够的股票可以买。所有的股票都被死死地摁在跌停板上，动弹不得。他们被彻底套牢了，每天都要支付巨额的利息，账面亏损以亿为单位在增长。就在所有人都以为盘氏科技死定了的时候，局势开始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算法开源后的第3天，全球最大的代码托管平台 GitHub 上，我们的项目冲上了热门榜第1，生态以一种超乎想象的速度迅速建立起来。1周后，一个更重磅的消息传来，国家级信息技术应用重点实验室正式宣布与盘氏科技达成深度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同开发基于该开源技术的、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家级大数据平台。消息一出，资本市场瞬间引爆，国家队下场了，这意味着我们的技术得到了国家最高层面的认可。盘氏科技的股价触底反弹，1个涨停，2个涨停，连续10个涨停板。公司的市值不仅恢复到了暴跌前，甚至翻了3倍。我当初那个自杀式的计划，完成了一次惊天动地的绝地反杀。王浩和远星资本则输得血本无归。王浩梦寐以求想要抢夺的技术，现在成了人人都可以免费使用的东西。他挖走的技术团队，瞬间成了毫无价值的累赘。远星资本因为这次惨重的投资失败，内部发生了剧烈动荡，董事会震怒，将这次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给了项目负责人王浩，他被远星资本开除了。不仅如此，远星还以提供虚假投资建议，造成公司重大损失为由，对他提起了诉讼，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王浩一夜之间从天之骄子变成了人人喊打的丧家之犬。他输了，输得一败涂地，永无翻身之日。公司举办了盛大的庆功宴，在宴会上，我当着所有员工和股东的面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将一份文件交到了陈飞宇的手上，那是一份股权转让协议，我把我个人持有的股份无偿转让了10%给他，这是你应得的。我的首席战略避雷官，我的合伙人，我的经理林默，我以为我这辈子都完了，我以为我就是个废物。我用力地拍着他的背，怎么会？你的商业鬼才之路才刚刚开始。一个风和日丽的周末，我开车载着陈飞宇回到了我们的大学。10年过去，校园里的一切似乎都没怎么变。我们坐在操场边的台阶上，就像很多年前的无数个下午一样，阳光懒洋洋地洒在身上，暖暖的。陈飞宇从兜里掏出一根棒棒糖，撕开糖纸塞进嘴里，然后神秘兮兮地凑到我耳边：林默，我跟你说，我最近又有一个绝妙的想法。他眼睛亮晶晶的，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对作死的渴望。我觉得我们可以搞一个共享大脑，把聪明人的脑电波提取出来，卖给需要的人。你看怎么样？是不是天才？我看着他那张因为激动而微微泛红的脸笑了。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我的饭票，不，我的兄弟，我的合伙人。他终于找到了他闪耀这个世界的最正确的方式，而我会永远是他最坚实的后盾，最忠实的反向操作者。